21%，这是你背对住门坐时每天被偷走的专注力。不是你今天比较懒，不是你咖啡喝不够，是你背后那扇随时会被推开的门，让你的大脑一整天都不敢真正坐下来。老祖宗看到这格局的人总是难声谦就说，那张桌子背门犯冲。但今天我不跟你讲冲不冲，我要告诉你，你坐的那个位置正在用什么方式一点一点把你的注意力搬空。先别急住把桌子搬走。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做了一整天事情却没做完，总觉得后脑勺凉凉的，门一响就回头。你以为是自己分心，其实是你的身体比你更早知道背后没有墙。连玄叔探头过来说，这不怪你怪，当年摆桌子的人没问过你的后背。真正让人坐不住的还不是门开那一下，而是门关住的时候，你的大脑做了一件你完全没发现的事。哈喽，我是不带罗盘的风水师王旭宁哟。这个频道只做一件事，把老祖宗的风水翻成现在听得懂的环境心理学跟空间科学。我不算命也不卖符，我只帮你看懂你每天坐的那个位置到底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如果你也想把家里那些说不清的不舒服一个一个翻成科学，记得点订阅，按下旁边那个小铃铛，这样下次我翻新的格局你才不会错过。好，我们回到你那张背门的桌子。我们先请科技派上场，因为他最爱讲证据。他说，你以为专注力是意志力问题，其实有研究发现，人在无法掌控背后空间时，前额叶得分一部分资源去做背景警戒。简单讲，你的脑同时开了2个程式，一个在工作，一个在守门。实验里让人背对开放空间做专心任务，反应变慢，错误变多。你不是不专心，你是被迫一心二用。那扇门还没开，你已经先输了一段算力。科技派接住解释，那 21% 是怎么来的？他说，当一个人持续处在不可预测的背后干扰下完成复杂任务的效率平均下滑大约20%。不可预测这4个字是关键。如果门永远关住，你还能习惯，但门可能开可能不开。大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随机，他宁可一直保持警戒，也不愿被吓到。国语是你整天耗的，不是工作的力，是守门的力。这里科技派埋下第一个名词封印。他说，人为什么背后要有墙，前面要开阔，不是迷信，是环境心理学里的展望面理论。人天生需要展望，也就是看得远，掌握全局，同时需要庇护，也就是背后有依靠，不被偷袭。背门而坐，刚好2个都破，你看不到，谁进来背后又毫无遮蔽。老祖宗讲的靠山不是比喻，是你大脑真实的安全感需求。封印2个字，展望面。唤醒沙派上场了，他不讲论文，他讲画面。他说，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情况，有个人的书桌正对房间，门背后是一整面落地窗，外面是走廊。他每天加班到最晚，效率却全公司最低。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坐下就心慌，总想回头。后来量了一下，他平均每4分钟就无意识回头一次。一天8小时光回头就上100次。而你算算那专注力是怎么被一刀一刀切碎的。飞行沙派说，重点来了，
他换位置那天什么都没花钱，而只是把桌子转了个方向，背靠石墙面向门口，能一眼看到谁进来。他说当天下午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专心是这种感觉，安安静静的，没有那种背后有人的杂讯。老祖宗看这种人会说，他终于做到靠山为了男生签的局破了。但你以为这是风水吗？其实是他的大脑终于把那个守门的程式关掉了。O型沙派补一个你一定也遇过的，如果你没办法换位置，背后就是只能对住走到那种人，通常会做一件事，不自觉地把椅背越调越高，或在背后堆书堆箱子。你以为你是乱没空间，其实你的身体在自己帮自己造靠山，而他在用实体的东西去补那个被偷走的安全感。这不是强迫症，这是身体很诚实，他知道你缺什么就自己想办法挡。轮到财务派了，他只关心一件事，这跟你的钱有什么关系？他说很直接，专注力就是你最值钱的资产。一个人一天真正能深度工作的时间，本来就只有那几个小时，你却让背后那扇门每天先抽走20%。一年下来，那是好几百个小时的高品质产出蒸发掉。男生签，不是门在跟你过不去，是你交出去的成果不知不觉比别人少了一截。财务派埋下第二个名词封印，也是今天的主角，注意力恢复理论，简称 ART。他说你的专注力像电池会耗光，重点是怎么充电。研究发现面向开阔柔和的事，也比方一扇望出去有绿意的窗，能让那块累坏的注意力快速回血。被门而做的问题不只是耗电快，是你连充电的方向都被堵死。你背对的不只是门市，你大脑本来可以拿来回血的那片风景。封印3个字 ART， 现在3派的话拼起来你就懂了。科技派说背门让你的脑被破守门，偷走2成算力。太行沙派说那个守门会逼你一天回头上100次把专注切碎。财务派说那些被切碎的时间就是你少赚少生的成果。老祖宗依据男生签，其实同时讲中了这3件事。他没有 X 光看不到前额叶，但他看了几百代人做错位置的下场准到吓人。他只是缺一个叫 ART跟展望面的名字。那如果你今晚回家想自己验，很简单，你坐到你的书桌前，不要动先感觉一件事，你看不看得到房间的门，看得到你的大脑，就不用守门。再感觉第2件背后是石墙还是空的或一扇门，背后有靠你的警戒脑才肯下班。最后抬头看你正前方是一面墙，还是有一点开阔的视，也有没有让你回血的方向。3个问题30秒，你就知道你做的是靠山位还是漏气位。好，今天一张桌子3个改法，你回家就能动手。第一最理想，直接把桌子转成背靠石墙面向门口，让你一眼看到谁进来，守门程式直接关掉。第2，如果强动不了背后实在是空的货门，那就帮自己造靠山，把高背移顶上去，或在背后放个书柜补一道实体的靠。第3，正前方别只对住一面，死墙留一点开阔的视，也哪怕是一扇窗一张远景的画，给你的 ART 一个回血的出口。这3个只要做到一个，你今晚就做得比昨天稳。你发现了吗？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讲过一句冲杀或者吉凶，我们只是把背门男生签这句老话翻成了你大脑真实的两个需求展望面跟 ART。老祖宗看到了现象，只是当年没有这两个词，现在你有了，下次再有人说你那桌子犯冲，你就知道他讲的其实是你被偷走的那21%。现在换你了，留言告诉我你的书桌现在是背门侧门还是面门，我会挑几个一起看看怎么破。如果这支对你有用，点个赞收藏起来，今晚动手时拿出来对照再分享给你那个总说自己最近特别坐不住的朋友，说不定他就是背门被偷走专注力的那一个。记住今天两个词，展望面跟 ART。 下一支我带你看卧室那张床又在偷走你什么，我们下支见。